松开螺丝，打开转盘。一边解说一下。啊，对。安装双面胶，这个朝前，这个朝前。有的，就是把它靠紧这里就可以。靠紧。这边这边。这边靠近，这边不动。这边靠近，这边不动。对。这个控制双面胶，来回的。把双面胶就贴好了，贴好了我们就把这个膜带，好，手动这边就停了。你把膜切断，卷起来。哦，把它封好口。外面的只是作为配重用的吗？外面这层圈？对，两边一边一个。这不是细放点，细放点，好，下去了。这个上面。这个带口在这边的。对，带口帮它。再打气，好，按。这气枪打气。打完气就凸出来固定了是吧？对，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动了。再从这里穿过来，再中间绕。这个边平这个边。这样直接贴上去就好了。前面的就不用反复的绕了。对。好，就可以了。打到这里。这一直。好，打到自动。对。好，这里好了。好，再来找这个夹子。找这个夹子。这个可以。你拍到过来再。这一对可以4号。
那么就用这对。好，下啊。只用锁一颗螺丝就够了吗？嗯。这你就把这个打开，进教室，成功。经过打开以后再锁紧。对。里面有个手柄。这样看得到。两边摇的大小差不多。啊。这两个可以切到西班牙语的，过来看一下先。选择。就是这个的高度高过这个，这个吸嘴高度。吸嘴的高度靠这个来固定的。啊。做30的话，直接就不要了。这是限制它上升的高度是吧？对。对，你的动作看一下。
你点动看一下，会比较明确一点。哦，明白。这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升的不够高是吧？嗯，你要是高过那个刀口。对。看过去。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再来调它这个，看吸嘴，看这个吸嘴要不要动，加走磨过来都可以。好，现在是你现在开口。撑口。撑口，你动作一下撑口。好 ，OK。你学会中文吗？看不懂。好，接下来可以了，现在就量这个产品。量这样长方形尺寸，14。138。138。啊，138。好的。11。138加22。138加22啊，2倍厚度。好，你说。138加22。对。138。160。160。好，其他还有参数要设置吗？没了。没了。好。这就可以走磨过来。做磨没水，一磨到水。这里翻到上面。又没煮开。材料钱。像这个一边宽，磨往前移，磨要往前移。对，把这个磨就会往那边，一边紧嘛。啊，一边剪一边松啊，这边还有距离。
效以后膜不会走。有效以后就材料检测。对，那边放1本，这边走1本，那边放2本，这边走2本。好。你说。后面那个有啊。对，空调是分别打开，好。进口打开。拿2个本子。2本子哈。合上。在这边分钟。进去的这个窗口。分钟。不能这样。居中是吧？不能这样。要居中。对，要居中。居中。放开，1边1毫米。1边1毫米。好，这边就不动，这边就会大一点。这边稍微再大一点，2毫米、3毫米这样。对。锁好。同样的，后面这些都是这样。都是放2本，然后来锁定。对。好。OK。机缝打开，哪个？这个。机缝。升降。升空。那个升降。好，这个膜已经进去了。膜进去了以后这样。这边短了一点，进来的距离短了一点。短了一点就把这里放掉。往前拉。好。可以。进来这么多。进来5、6个毫米。那是5、6个毫米。这边的吸盘有点多。可以把它放掉。放开。这个怎么放？等到第2个，我们再放1本试一下。好。如果这里的这个膜已经长过来这么多了，你看，膜长，一定做膜的时候要短一点产品，那样封起的口来就漂亮。这个就根据这个膜的这个形状封起来了，这上面有点空了。好的。假如要2本就2本，3本就3本，调成5本。5本。那我们以这个为例，5本，它会下来5个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，到这边会推哦，我没开。
你猜哈，哪个位置？选择棉机，整理棉机。哎，这也是棉。可能没感应到。对，有感应。啊，这里要调整。 这个膜，这个车站这里。 不是你拆，你拆，你在这个镜头下拆。这些不要打，这些不要打油，有同步带的地方。对，要打的是这些轴承。轴承。啊。这是轴承。还有打油的地方。轴承位，还有切刀。切刀，还有这弹簧。滑动的。这些打油，里面这些打油。基本上呢，就是说要清理灰尘。也是这里需要打油的。这个往复运动的地方。对。其他的不要打油，链条也不用打。链条不用打油哈。这里。对，剩下往复运动的就是一直转动的。弹簧。现在的轴承基本上里面都是有油的。外部打油的话也很难打得进去的。打油的话就是黄油吗？轴承打机油。就轴承打机油。它有那种很长的。它只要这里能揪到边是吧？对。看一下，你是。它这里就报警了。只要在它这个范围之内。只要在这个圈圈范围内对，在这个范围之内就 OK 了。你再摁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揪到边就证明还在闪烁，就是可以的。如果我打到自动，它会自己找那个位置。就是它在闪烁，就是揪到边了。这个屏幕你也介绍一下吧。手动这里就是停下来了。对，停下来，它就不揪偏了。不揪偏然后现在再介绍其他的。这里就没有什么那个介绍的。你说一下吧。这边的单电眼亮灯。
亮灯，嗯。极星亮灯。嗯。这个就可以了。啊，打到自动。打到自动。嗯。极星在这边亮灯，亮绿灯。单电源亮绿灯。啊。这个是调张力。对。张力。张力是这个拉紧。对，拉紧的。是只拉紧的那个。对。就是这个紧松紧。啊。张力一般要调节多少？3到6。3到6，0.3到0.6。对。啊。然后的话，你把这个摁一下，到手动才摁得动是吧？然后这样再摁一下。打到自动的时候，它就自己回来是吧？对，自动就自己。慢慢过去吗？对。你拍到了吗？我拍得到。就是换膜啊什么的都会打到手动嘛。这里按照自动。那这个一般是这边这个是绿灯，这边是红灯是吧？这边都是没用的。这边是没用。所以我们主要靠这个限位。对。好。这个是用来双电眼用的工作的。双电眼呢，它这个膜是不标准的，所以你前面也是做的不标准。就是两边去限位那种类型的。对。现在我们只靠这一条线去限位是吧？对。但这个电眼是干嘛的？那个是看那个膜带完了没完的。膜看有没有用完是吧？用完了它就会停机的。用完停机啊。这个如果打到双面眼的话，它就不抖动。会一直抖动。所以我们一般用单电影。如果它就是说膜，假如在这边，它就会往那边移；往这边，它就会往这边移，往这边移。好。那这样设计是为了不规则的吗？不是，做那种520那种大膜。大膜抖，这种很容易抖坏掉的。可以。正常发机的时候，它就是把这边放到里面。现在就是把这里踩断。要踩断。这些膜就往这里面靠进去。里面那块板就等于说用来定位的。从这里才捞上来。因为它是直接拉，靠那个气弄紧是吧？启动了，你开这个启动，再开了吸风。这个启动它是联动的吗？只要开一个就好。然后这里开了哪个？开这个燃料检测是不是？燃料检测。它开的可以抖膜啊，假如你打到有效的话，它就不会抖膜。只有放一本过来抖一个，放2本抖2个。
好，如果把点到无它打成无效。效的话，它就这边有效。对啊，有很多一个切刀参数。切刀。这个是快慢的问题，就是数字越大越慢，数字越小越快。啊。基本拉模。也这个速度比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数字越大越慢。推料。气缸的起点和终点的复位。起点就是它下去推料的那个。推完以后多少复位，都是数字的，基本上也不用变动的，对，这些都不用怎么，对，你把每个页面点开给我看一遍就好了。细模组，吸气的，这是连击的，假如我把哪个脱机脱掉，它就不会动了。然后你在那个到西班牙文看一下。切刀，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看不懂。这个是推料。下一个。这个细模组，这是连击。把它那个关掉的话，它就不会动了。像你把蜡膜关掉，你现在开机的话就没磨出来了。这就会走完的。然后把蜡膜点起来，蜡膜就出来了。吸缝关掉了，现在。然后打开这。可以，停止吧，然后就 OK 了。主要也就是这个参数，对，这是带宽，还有这个参数，对，这是模往前往后移的参数，还有一个参数也是可以的，我要跟你说一下。哪个参数？假如有这个模不到位啊。不到这里封口是可以移动很多的，可是如果还移不到，那就变这个带距对。然后我现在你看，带距是这么小的，20，对，它的带距就会变化。它封口的位置就会往前移。对，就往前移。那收回零，一般都是零啊，零它收回来，它就会到这个封口这个位置。好的。可以了，停止了。